办公室里，我看着他递过来的香槟，那双曾经让我心动的眼睛里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光芒。小雨，祝贺你！陈志远举起酒杯，这个项目是你的功劳。我笑着与他碰杯，余光却瞥见那个新来的女秘书正站在玻璃门外，她的视线紧盯着陈志远的背影，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志远，你觉得新来的王秘书怎么样？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。他抿了口酒，目光闪烁，挺能干的一个小姑娘。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星期一的晨会上，张总笑容满面地走进会议室，身后跟着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女孩。我坐在靠近陈志远的位置上，习惯性地握住他的手。各位，这位是王梦琪，以后将担任公司秘书，协助各部门工作。张总介绍道。梦琪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王梦琪站在投影仪的光晕中，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。她长着一张标准的瓜子脸，大眼睛明亮有神，身材高挑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精致的气质。我注意到，当他目光扫过陈志远时，停留的时间比其他人稍长一些。欢迎加入我们天瑞科技。陈志远作为公司副总裁，站起来伸出手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随时找我。那天晚上，陈志远开车送我回家。我靠在副驾驶座上，看着他专注开车的侧脸。志远，我们在一起2年了，我突然说道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前方的路。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怎样？车停在红灯前，他转过头，伸手握住我的手，现在不是挺好吗？我们事业稳定，感情稳定，一切都在轨道上。你希望结婚吗？我鼓起勇气问。当然，等到适当的时候。红灯变绿，他松开我的手，重新握住方向盘。我们还年轻，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。我点点头，靠在座椅上。陈志远是我大学同学的朋友，2年前在一次聚会上认识。那时我刚进入天瑞科技不久，而他已经是公司的高管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从一个普通的市场专员一路晋升为市场部经理，带领着一个10多人的团队。我们的恋情在公司不是秘密，张总对此也持开明态度。毕竟陈志远是张总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而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认可。在许多人眼中，我们是令人羡慕的金童玉女。1周后，我们团队完成的星云计划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，为公司带来了近1000万的订单。
张总特意在周五下午召开了庆功会，并暗示我可能会被提拔进入核心管理层。小雨，你做得很好。庆功会后，张总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下个季度的管理层调整，我会考虑你的。”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办公室，却发现陈志远正在和王梦琪说着什么。两人站得很近，交谈甚欢。看到我进来，王梦琪礼貌地点点头，离开了办公室。在聊什么？我走到陈志远身边问道。没什么。新项目的一些事，他随意地回答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。给你的，庆祝你的成功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只精致的银质手镯，上面刻着我们的名字缩写。谢谢。我伸出手腕，让他为我戴上。很漂亮。晚上我订了餐厅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他在我额头上轻轻一吻。晚餐很愉快，我们喝了些红酒，聊着未来的计划。那一刻，我觉得生活如此美好，事业和爱情都在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。这种美好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直到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。陈志远开始频繁加班。起初我并不在意，公司正在筹备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，每个人都很忙。但我逐渐发现，他接电话时会刻意走到阳台或卫生间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他的手机总是面朝下放着，有时半夜会收到消息，看完后立即删除。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我醒来时，发现陈志远正在客厅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不行，现在不方便，晚点再说。我站在卧室门口，听到他挂断电话，然后走进浴室。水声响起后，我悄悄走到客厅，看到他的手机屏幕亮着。犹豫片刻，我拿起手机，输入他的密码，我们的交往纪念日。屏幕解锁。最新的一条消息来自王秘书。周末打扰你，很抱歉，但这个问题很重要。能不能见面谈？我的心沉了下去。翻看更多的聊天记录。今天的领带很衬你的眼睛，谢谢你送的咖啡，正是我喜欢的口味。昨晚的电影很棒，下次在一起。我的手指有些颤抖，不敢再往下翻。浴室的水声停了。我迅速放回手机，装作刚起床的样子。醒了。陈志远围着浴巾走出来。我去买早餐。想吃什么？随便。我努力保持声音平稳。刚才谁打电话？哦，公司的事。新项目有些紧急情况。他避开我的目光，快速穿上衣服。王秘书，我直接问道。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系扣子。
他负责协调这个项目，周末还要工作。你知道这个项目有多重要？他走过来，亲了亲我的额头。别多想，只是工作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没有再追问。那天晚上，陈志远说要去公司处理急事，直到深夜才回来。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是我用的那款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留心观察王梦琪。她确实能力出众，短短2个月就熟悉了公司的各项业务，深得张总的信任。每次开会，他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，而陈志远总是第一个表示赞同。有一天，人力资源部的刘姐，一个在公司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，悄悄把我叫到茶水间。小雨啊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刘姐压低声音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志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我心里一紧，怎么了？那个王梦琪，他对志远有意思，公司里很多人都看出来了。刘姐叹了口气。上周5的部门聚餐，你早走后，他们2个单独留下来，聊了很久。可能只是工作上的事。我强装镇定，小心点吧。那个女孩不简单。刘姐拍拍我的肩膀，她好像有意无意打听过你和志远的事。我回到办公室，心神不宁。下午的会议上，我注意到王梦琪坐在陈志远旁边，2人不时低声交谈，时而相视而笑。我的手在桌下攥成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回家路上，我决定直接问清楚。志远，你最近是不是对我有些冷淡？他正在开车。闻言皱了皱眉，怎么会？可能最近工作太忙了。你和王秘书走得很近，工作关系而已。你别多想。他不耐烦地说。项目紧张，大家都很忙。我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了。我直视着他的侧脸。周末见面，一起看电影，这也是工作关系。车子猛地刹住。陈志远的表情变得阴沉。你翻我手机。我不是有意的。我急忙解释，只是恰好看到了消息提醒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重新启动车子。那天是公司几个人一起去的，不止我们2个。你工作那么忙，我不想打扰你休息。他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回到家，陈志远表现得格外体贴，甚至主动做了晚餐，仿佛要弥补什么。那天晚上，他抱着我入睡，我却久久无法平静。直觉告诉我，一场风暴正在靠近，国际合作项目正式启动。我的团队负责市场推广方案，这是一个关系到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项目。我投入了全部精力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开会，
手机震动了几下，是刘姐发来的消息：小雨，你知道志远带王梦琪去上海出差的事吗？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会议结束后立即回复：什么时候的事？明天出发，待3天。本来应该是项目组长跟着去的，但志远坚持要王梦琪陪同。我强压住心中的不安，决定当面问清楚。晚上，陈志远回家比平时晚了2小时。明天要去上海出差，我直接问道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点头，临时决定的。项目有些问题需要当面解决。我听说王秘书也去。是啊，他负责项目协调，对接工作必须有他在场。他的语气很自然。怎么了？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我试探着问。最近工作压力大，想换个环境。他皱了皱眉，这是工作出差，不是旅游。而且你自己不是也有项目要赶吗？我可以请假2天。别任性了。他语气突然严厉起来。公司不是儿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。我从未见过他用这种口吻和我说话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反应。对不起，我低声说。我只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他的表情软化下来，走过来抱住我，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我们好好休假，好吗？我点点头，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。陈志远出差的3天里，我几乎整夜睡不着，白天强撑着工作。他很少回我的消息，打电话也总说在开会，背景音嘈杂，交谈时间很短。第3天晚上，市场部的小李从上海出差回来，我假装不经意地问起陈总和王秘书的情况。哦，他们2个形影不离。小李随口说道。酒店也是挨着的2个房间。昨晚我们几个想约陈总吃饭，他说有事，结果被我在酒店的日料店看到了，就他和王秘书2个人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握住，疼痛难忍。陈志远回来后，我什么也没问。我们像往常一样相处，只是彼此心里都清楚，有些东西已经变了。2周后，公司的项目迎来重要节点。我们团队准备的市场方案即将正式提交给客户。就在演示前1天，我惊恐地发现，我们的核心创意和关键数据不知何时泄露了出去。竞争对手抢先一步提交了几乎相同的方案。紧急会议上，张总脸色阴沉，这件事太严重了。是谁泄露了公司机密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作为市场部负责人，这份文件最终是经我手递交给高层的。我可以保证，这份文件在我这里绝对安全。我努力保持镇定。
我们需要查一下谁接触过这些资料。查？怎么查？陈志远突然开口，语气异常冷漠。林经理，你的团队负责这个方案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你应该负主要责任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抬头看向陈志远，他的眼神冷漠得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我们先冷静。张总打断道，成立调查小组，彻查此事。在结果出来前，市场部的方案暂停提交，改用备选方案。会议结束后，我拦住匆匆离开的陈志远。志远，你为什么那样说我？公事公办。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天晚上，陈志远没有回家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的处境越来越糟。调查小组虽然没有直接认定我泄密，但公司上下已经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陈志远不但没有为我说话，反而在多个场合暗示是我团队管理不善导致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一些重要会议之外。有几次，我看到王梦琪代表市场部参加会议，这本该是我的职责。一天中午，我独自一人在公司附近的咖啡馆吃饭，无意中看到陈志远和王梦琪一起走进对面的高档餐厅。透过玻璃窗，我清楚地看到陈志远为他拉开椅子，亲昵地替他整理头发，然后坐在他对面。两人相视而笑，举杯互碰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冰水，浑身发抖，手中的咖啡杯掉在地上，碎裂的声音惊醒了我。我付了钱，像逃命一样冲出咖啡馆。回到公司，我强压下情绪，决定找张总谈一谈。可秘书告诉我，张总今天临时出差了，要3天后才回来。当晚，我独自在家等到深夜，陈志远才回来。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和香水味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我问。客户临时约谈，刚结束。他随口回答。走进浴室洗澡。我站在卧室门口，突然觉得无比疲惫。这个家，这段感情，似乎都变成了一场表演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公司邮箱收到一封来自人力资源部的邮件，通知我参加下午的部门调整会议。我心里一沉，预感到不妙。会议室里，张总意外地没有出席。主持会议的是陈志远和人力资源总监。考虑到近期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公司决定对市场部进行调整。陈志远公事公办地宣布，林小雨经理调任文档管理部副经理，市场部暂时由王梦琪代理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文档管理部是公司最边缘的部门，只有3个人，
负责整理归档文件，根本没有任何决策权。这等于是一次变相的降职。为什么？我站起来问道，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我的团队刚刚完成了星云计划，业绩有目共睹。正是因为最近的项目泄密事件，公司认为需要调整。陈志远不带任何感情地说：“这是公司决定，请林经理配合。”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低着头，没有人敢看我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走出会议室，我强忍着泪水回到办部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这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别轻易认输，有些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。”刘姐，我疑惑地看着这条消息，不明白她的意思。文档管理部在公司最偏僻的角落，远离核心办公区。我的办公室是一个狭小的隔间，四周堆满了文件柜。这里没有窗户，光线昏暗，连网络信号都时好时坏。从市场部经理到文档管理部副经理，这落差让我几乎无法接受。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，每天上班时，我都能看到陈志远和王梦琪一起走进电梯，有说有笑，而他对我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。我们已经1周没有好好说话了。他很少回家，即使回来也总是深夜，第2天一早就离开。我试着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他只是冷淡地说：“工作需要。”周5下午，我提前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经过市场部时，看到我原来的办公室门口挂着王梦琪的名牌。透过玻璃，我看到他正坐在我的位置上，对面坐着陈志远，两人有说有笑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阵眩晕。回到家，我直接躺在床上，连灯都没开，任凭黑暗吞噬了整个房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锁转动的声音惊醒了我。陈志远打开灯，看到我躺在床上，皱了皱眉：“怎么这么早就睡了？”我坐起来，直视着他：“志远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“什么怎样？”他避开我的目光，走进衣柜翻找衣物。“你明知道我在问什么？”我的声音有些发抖。“你和王梦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他停下动作，转身面对我：“小雨，我们之间可能需要冷静一下。”冷静！我几乎是喊了出来。你背着我和别的女人暧昧不清，然后在公司打压我。现在你告诉我需要冷静，你太敏感了。他皱眉。王秘书只是工作伙伴，你的工作调整也是公司决定，不是我个人意愿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站起来，
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看到你们在餐厅约会，我看到你们在办公室亲密互动，整个公司都知道你们的关系。他沉默了片刻，表情突然变得冷漠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不瞒你了。是的，我和孟琪走得比较近。他年轻，有活力，有想法。和他在一起，我感到轻松愉快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所以，你承认你出轨了？我不想用这个词。他避开我的视线。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可能需要一些空间。2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的声音哽咽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这不只是感情问题。他的声音变得冷漠。小雨，你变了，变得敏感多疑。工作上也开始力不从心。公司需要更有活力、更有创新精神的人。所以我成了被抛弃的那个。我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别这么说。他收拾了几件衣物，放进行李袋。我今晚不住这里了。我们都冷静几天吧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愤怒。我拿起床头的台灯，狠狠砸向门口。玻璃碎裂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陈志远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只留下一世狼藉和我破碎的心。整个周末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吃不喝，也不接任何电话。周一早上，我强打精神去公司，却发现自己的门禁卡刷不开门。前台告诉我，人力资源部要我立即去一趟刘姐办公室里。她神情凝重地递给我一份文件：小雨，公司决定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。我震惊地接过文件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：因泄露公司机密信息给竞争对手，造成重大损失，公司决定立即终止劳动合同，不予任何补偿。这不可能！我几乎喊了出来。我从来没有泄露过任何信息。刘姐叹了口气，调查小组发现，你电脑中的项目文件被发送到了一个外部邮箱。那个邮箱属于竞争对手的市场总监。这绝对是栽赃！我愤怒地说。我从来没有发送过任何机密文件，证据确凿。IT 部门已经取证。刘姐递给我一份打印文件，上面是我电脑的操作日志。我翻看着这些材料，越看越心惊。所有证据都指向我，但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公司给你2个选择。刘姐的声音很低。一是签署这份离职协议，承认错误，不追究任何赔偿；二是公司将证据提交给法律部门，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我看着摆在面前的文件，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勉强说道。最多到今天下班前。刘姐叹了口气。小雨，我私下建议你，
签了吧，公司已经决定了。抗争只会让事情更复杂。我茫然地走出人力资源部，恍惚间看到陈志远和王梦琪站在走廊尽头，亲密地交谈着。看到我，王梦琪轻轻碰了碰陈志远的手臂，两人一起朝我看来。陈志远的眼神冷漠，嘴角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办公室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办公桌里有一个小相框，是我和陈志远去年一起去三亚旅游时的合影。看着照片中幸福的笑脸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把相框扔进纸箱，继续收拾。忽然，我注意到抽屉深处有一个加密的 U 盘，那是我用来备份重要文件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它放进了口袋。下午5点，我拖着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走向人力资源部。路过会议室时，我看到陈志远正在主持会议，而王梦琪就坐在他旁边，不时在他耳边低语。刘姐见我进来，递过一支笔，考虑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公司会安排人送你离开。刘姐小声说：“别难过。有时候，看似的结束可能是另一个开始。”保安陪着我走出公司大门时，我回头望了望这个我工作了3年的地方。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拖着箱子走向地铁站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：“你的个人物品已经打包好，明天之前请清空公寓。”陈志远。看着这条冷漠的信息，我的心如坠冰窟。2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。回到公寓，我发现门锁已经被换了。物业告诉我，今天下午有人来换锁，说是房子的主人。我这才想起，这套公寓是陈志远名下的，我们一直是同居关系。物业最终同意我进去取个人物品，但必须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，而且只能带走确实属于我的东西。走进曾经温馨的家，我发现陈志远的东西已经全部消失了，连同一些我们共同购买的家具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封信，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只有简短的几行字：“小雨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，请在明天之前搬走你的东西。公寓的事我很抱歉，但这是我父母当年买的，产权在我名下。祝你一切顺利。志远。”看着这冷漠的文字，我终于崩溃，蹲在地上失声痛哭。收拾东西时，我发现手腕上还戴着那个他送我的银手镯。我用力将它扯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，将最后一箱物品
搬出公寓时，我忽然想起口袋里的 U 盘。出于好奇，我决定回临时住处后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回到临时住的酒店，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插入 U 盘，输入密码后，我开始浏览里面的文件，大多是一些工作备份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忽然，一个名为星云计划财务的加密文件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个文件夹我之前从未见过，而且我没有权限查看市场项目的财务数据。我试着输入了几个常用密码，都无法打开。正当我准备放弃时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：我和陈志远的交往纪念日。输入日期，文件夹打开了。我的心跳突然加速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屏幕上显示出一系列 Excel 表格和 PDF 文件。我随机点开一个 Excel，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这是一份资金流向表，显示公司星云计划的大量资金被转移到了几个离岸账户，金额巨大，累计近千万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表格最后一页的授权签名栏赫然写着2个名字：陈志远和王梦琪。我又打开几个文件，发现更多惊人的信息。公司近期的几个大项目都存在财务造假问题，资金被层层转移到几个私人账户，而这些文件的最后修改日期，正是我被调离市场部前2天。我冷汗直冒，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替罪羊。这些文件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 U 盘里？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复制过这些内容。正当我陷入震惊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？我犹豫地接通电话。是我，刘姐。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。不要在电话里说话，我们需要见面谈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可能有危险。刘姐的声音很急。有人在公司查你的资料。我怀疑不仅仅是想开除你那么简单。明天中午，老地方见。电话突然挂断，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，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。这一夜，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我反复思考着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：陈志远的变心，王梦琪的出现，项目信息的泄露，我被调职再到被开除。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吗？第2天中午，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约定的咖啡馆，选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12点整，刘姐匆匆走进来，四处张望后看到我，快步走了过来。有人跟踪你吗？她紧张地问。我摇摇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她四下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，昨天下午你走后，公司突然宣布成立特别调查组，说要彻查星云计划的资金流向问题。
IT 部门被要求调取你过去3个月的所有电脑操作记录和邮件往来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被开除了。我不确定，但听说是有人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财务记录，而这些记录可能和你有关。刘姐紧张地喝了口水。我担心他们要把更大的责任推到你身上。我的手微微发抖。我昨晚在备份 U 盘里发现了一些文件，显示公司资金被转移到私人账户，而且有陈志远和王梦琪的签名。刘姐倒吸一口冷气，你现在还有那些文件吗？我点点头，在 U 盘里。保管好。这可能是你唯一的保护。刘姐四下看了看。我怀疑陈志远和王梦琪联手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，现在需要一个替罪羊，所以他们栽赃我泄露商业机密，然后开除我。只是第一步。刘姐神色凝重。如果出现财务问题，他们完全可以说是你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，然后栽赃给他们。我感到一阵晕眩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可能要把我送进监狱？我不确定，但你必须小心。刘姐握住我的手。小雨，这些人比你想象的可怕。张总最近生病住院了，公司实际上是陈志远在掌控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陈志远的电话。我和刘姐对视一眼，接通了电话。小雨，我们需要谈谈。陈志远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关于你电脑里的一些文件。我的心跳加速。什么文件？别装傻了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那些文件不应该出现在你的电脑里，更不应该被你备份。我强压住心中的恐惧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公司法务部已经准备好了诉讼材料。如果那些文件泄露出去，你将面临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。他的声音带着威胁。今天下午2点，来公司附近的咖啡厅见我。我们谈谈解决方案。电话挂断后，刘姐紧张地问：“他说什么了？”我将电话内容告诉她。她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。不要去。这很可能是个陷阱。他们可能想拿回那些文件。然后，他没有说完。但我明白他的意思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先离开这里，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刘姐低声说：“我有个朋友是律师，我会联系他，看看这些文件能否成为你的保护。”离开咖啡馆前，刘姐又叮嘱我，绝对不要和陈志远单独见面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下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格外小心。我点点头，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。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只是想好好工作，好好爱一个人，怎么会突然面临如此绝境？
回到酒店，我无法安静下来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过去几个月的点点滴滴。陈志远的背叛已经足够让我心碎，现在我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我打开电脑，再次查看那些文件，试图找出更多线索。忽然，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细节，其中一个账户的名称中包含了一串数字。这串数字莫名的熟悉。我仔细回想，突然意识到，这正是我生日的数字组合。这个发现让我浑身发冷。难道陈志远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利用我的信任，将资金转移到以我生日命名的账户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把所有责任推给我？正当我沉浸在这个可怕的发现中时，手机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客房服务。门外传来一个男声。我没有叫客房服务。我悄悄走到门前，透过猫眼看到一个陌生男子站在门外，身后还有一个人。两人都穿着普通便装，但神情严肃，眼神警觉地四处扫视。我的心几乎跳到嗓子眼。他们是谁？是陈志远派来的吗？我蹑手蹑脚地退回房间，迅速收拾好电脑和 U 盘，准备从消防通道离开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。我惊恐万分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。门锁转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我屏住呼吸，快速将电脑和 U 盘塞进背包，悄悄走向阳台。门开了，奇怪，人不在。一个陌生男声说道：“检查一下浴室和阳台。”另一个声音命令道。我躲在窗帘后面，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走向浴室，另一个朝阳台走来。我的心跳几乎停止，冷汗浸湿了后背。就在他即将拉开窗帘的一刹那，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喂，是我。那人停下脚步，接起电话。还没找到人。是。我们会继续找。好的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对同伴说：“走吧。”他可能去见那个姓陈的了。老板说去咖啡厅守着。两人终于离开了房间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全身颤抖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我已经成为猎物，而猎人正在四处搜寻。我不敢再回酒店，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火车站，买了一张去郊区的票。在火车上，我拨通了刘姐的电话，告诉她发生的一切。你现在必须躲起来。刘姐的声音充满担忧。我联系了我那个律师朋友，他说这些文件确实可能对你构成威胁，但同时也是你的保护伞。他愿意帮你，但需要时间准备。我该去哪里？我绝望地问。沉默片刻后，刘姐说：“
记得周阳吗？你大学同学，现在在郊区创业。我有他的联系方式，也许他能暂时收留你。周阳，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代的点点滴滴。毕业后，我们偶尔联系，知道他在郊区创办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。好的，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。我说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拨通了周阳的号码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。喂，哪位？周阳的声音依然温和。是我，林小雨。我强忍着哽咽。好久不见，小雨。他的声音充满惊喜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简单的解释了自己的处境，没有提及太多细节，只说自己遇到了麻烦，需要暂时避一避。你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周阳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1个小时后，周阳的车停在郊区火车站外。看到他走下车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安心。5年不见，他依然是那个温和可靠的大男孩，只是眼角多了几丝岁月的痕迹。上车吧，先去我那里。他接过我的背包，体贴地说：“你看起来累坏了。”在去往他住处的路上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告诉他事情的真相。当我说完一切后，车厢里一片寂静。小雨，我很抱歉你经历了这些。良久，周阳沉重地说：“但你做得对，不能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。我该怎么办？”我无助地问。首先，保存好那些证据。周阳沉思片刻。其次，我们需要找出更多信息，了解他们到底想做什么。你那位朋友的律师或许能帮上忙。周阳的住处是一栋位于郊区的小别墅，环境安静，远离喧嚣。2楼客房你可以用。他带我参观了房子，这里很安全，小区有保安，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。那晚，躺在陌生的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，手机突然震动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。资料安全了吗？明天会有人联系你，保持警惕。刘姐。07。第2天早上，周阳已经准备好了早餐。昨晚睡得还好吗？他关切地问。我摇摇头，一直在想这些事。我有个朋友是网络安全专家。周阳递给我一杯咖啡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请他看看那个 U 盘里的东西，也许能发现更多线索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头同意了。目前的处境，我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。中午时分，周阳的朋友小吴来到了别墅。他是个戴眼镜的瘦高男子，看起来很精明。我需要复制这些文件进行分析。检查过 U 盘后，小吴说：“
初步看，这些资金操作确实很可疑，而且手法专业，普通人难以察觉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陈志远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按下接听键。小雨，你在哪里？陈志远的声音带着焦急。我们昨天不是约好见面吗？我有事，没空见你。我强作镇定。听着，事情有些复杂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柔和。我知道你可能误会了什么，但事实并非你想的那样。我们需要当面谈谈。有什么话电话里说吧。不行，这事关重大。他的声音变得急促。那些文件很危险，如果落入坏人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王梦琪，他背着我做了很多事，现在想嫁祸给我们。他的话让我愣住了。这又是什么新把戏？你在撒谎。我冷冷地说。我亲眼看到那些文件上有你们2个人的签名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小雨，我可以解释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其实一直在调查公司内部的问题，但不得不伪装配合王梦琪。他的解释听起来如此荒谬，我几乎要冷笑出声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公司？为什么要换掉家里的锁？为什么要派人来威胁我？我质问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。我是为了保护你。如果你留在公司，会有危险。至于锁，那是我父母的意思。他们……算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见面谈谈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来找你。不可能，我断然拒绝。小雨，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冷酷。我劝你最好配合。那些文件涉及的金额巨大，如果你被认定挪用公款，可是要坐牢的。现在只有我能帮你。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强压怒火。如果那些文件真的那么重要，你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突然紧张起来。字面意思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周阳和小吴都紧张地看着我。他在试探你是否还保留着那些文件。小吴分析道。而且听起来，他似乎很害怕这些文件被曝光。我们需要更多信息。周阳沉思片刻。小雨，你能联系到公司的其他人吗？了解一下最近公司的情况。我想了想，拨通了市场部同事小李的电话。小雨。小李的声音充满惊讶。你还好吗？公司都传疯了。我还好。公司怎么了？太乱了。小李压低声音。财务部突然被审计。
好几个高管被带走问话。张总病情加重，听说情况很不好。陈总现在掌控了公司，但股价连续暴跌。王梦琪呢？他现在是陈总的得力助手，负责很多重要决策。小李顿了顿。对了，听说公司报警了，说有人挪用公款，数额巨大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警方点名是谁了吗？还没有，但公司内部都在传是你。小李的声音充满歉意。我不信，但没关系，我明白。我苦笑道：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感到一阵眩晕。他们真的要把罪名推给我。小吴在电脑上忙碌了一下午，傍晚时终于有了发现。这些资金转移记录很专业，但还是留下了痕迹。他指着屏幕上的数据，这几笔大额转账都指向同一个离岸账户，而这个账户的最终受益人，根据这些隐藏的代码来看，应该是陈志远本人。那王梦琪呢？我问道。有意思的是，小吴推了推眼镜，没有证据表明他从中获利。他的签名确实出现在授权文件上，但资金流向与他无关。我思索着这些信息，所以他只是帮凶，或者是被利用的工具。周扬若有所思。如果出事，他可能也是替罪羊之一。正当我们讨论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刘姐。小雨，公司出事了。她的声音异常激动。财务部发现巨额资金失踪，监管部门介入调查。陈志远把所有责任推给了你和王梦琪，说你们合谋挪用公款。什么？我几乎惊叫出声。王梦琪呢？她今天早上突然失踪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刘姐急促地说：警方已经在找你们两个了。我的手不住地发抖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明明是他。我知道，但他手握实权，而且证据都对他有利。刘姐叹息道：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我简单告诉了他小吴的分析结果。这可能是突破口。刘姐思考片刻。我认识一个财经记者，也许他能帮忙调查这些离岸账户的真实情况。挂断电话后，周扬看着我，眼神坚定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帮你。我感激地点点头，心中却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陈志远已经把我推到了悬崖边，下一步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彻底消失。夜深人静，我躺在床上，回想着过去2年与陈志远的点点滴滴。那些甜蜜的回忆已经被背叛和欺骗彻底玷污。我曾经深爱的那个人，现在竟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敌人。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落。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
但我知道，这场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第3天早晨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小雨，快看新闻！周阳在门外喊道。我匆忙打开门，跟着他冲下楼。电视上正在播放紧急财经新闻。天瑞科技股价暴跌30%，公司涉嫌财务造假。根据知情人透露，公司副总裁陈志远与市场部前经理勾结，挪用公司资金近1000万。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。我呆立在那里，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画面上赫然显示着我的照片，旁边是陈志远和，令我震惊的是，王梦琪的照片。他连王梦琪也不放过。我难以置信地说：“这是甩锅策略。”周阳冷静分析：“把所有责任推给你们2个，自己全身而退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刘姐。小雨，公司完全乱了。她的声音充满恐慌。监管部门查封了公司，警方正在调查所有高管。张总病危，陈志远正在接受调查。但他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你和王梦琪。王梦琪人呢？没人知道，他失踪了。刘姐顿了顿。更糟的是，警方已经在找你了。他们认为你和王梦琪合谋挪用了公司资金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但我是清白的。那些文件明明……冷静。我已经联系了那个财经记者，他对这类案件很有经验。刘姐安慰道：“他想见你，了解更多细节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决定见那位记者。周阳坚持陪我一起去，为安全起见，约在了一个人少的咖啡馆。记者姓赵，是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眼神锐利。看到我们，他谨慎地四下张望后才坐下。林小姐，你的处境很危险。他直截了当地说。陈志远已经把所有罪名都推给了你和王梦琪。警方正在全城搜寻你们。我把 U 盘交给他，这里有证据证明资金流向是陈志远控制的账户。赵记者快速浏览了一下文件，眼睛一亮，这些资料非常有价值。但仅凭这些还不够，我们需要更多证据证明这些操作是陈志远授意的，而不是你或王梦琪。但我们没有更多证据了。我沮丧地说。也许有。赵记者若有所思。如果能找到王梦琪，或许能得到更多信息。作为陈志远的亲信，他一定知道更多内幕。可他失踪了啊。我困惑地说。不一定。周阳突然开口。他可能是被陈志远藏起来了，也可能是逃走了，怕成为替罪羊。赵记者点点头，我会调查他可能的去向。同时，你们必须保持低调，
不要和任何人联系。正当我们交谈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犹豫片刻，我还是接通了电话。是林小雨吗？一个陌生女声传来。你是谁？我是王梦琪。对方轻声说，我们需要见面。我惊讶地看向周阳和赵记者，示意他们电话那头是谁。你在哪？警方在找你。我谨慎地问。我知道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我被陈志远出卖了，就像你一样。我有他的把柄，可以证明我们都是无辜的。为什么我要相信你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。他停顿了一下。如果我被抓，下场会和你一样，甚至更糟。我不能冒这个险。我思考片刻，决定赌一把。你想在哪里见面？市郊的森林公园。傍晚6点。湖边凉亭。只能你一个人来。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太危险了。周阳立刻反对。这很可能是陈志远设的陷阱。赵记者也点头表示同意。警方可能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联系方式。他们可能会在那里守株待兔。但如果他真的有证据呢？我犹豫着说。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经过长时间讨论，我们最终决定冒险一试，但做好充分准备。赵记者有个朋友是私家侦探，可以提前勘察现场，确保安全。周阳则坚持要在远处接应，以防不测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按计划行动。赵记者的朋友确认公园周围没有可疑人员后，我独自走向约定地点。湖边凉亭空无一人，周围静悄悄的，只有微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我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心跳加速。6点整，一个戴着大墨镜和帽子的女人从远处走来。她步履匆匆，不时回头张望。林小雨。她走近后低声问道。我点点头。王梦琪。她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张憔悴的脸。这与我印象中那个光鲜亮丽的女秘书判若两人。我们时间不多。她神情紧张，不停地环顾四周。陈志远是个疯子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直截了当地问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这里面有陈志远的所有犯罪证据。他利用公司资金投资一个高风险项目，结果亏损惨重。为了掩盖这个窟窿，他开始挪用公司其他项目的资金，并做假账。那你呢？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我质问道。他苦笑一声，我曾经是他的情人，也是他的帮凶。我帮他处理文件，掩盖证据。但我没想到他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们。你为什么要帮他？因为我爱他。
愚蠢的爱他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他向我承诺了很多，包括取代你的位置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我只是他的一颗棋子，和你一样。他递给我 U 盘，这里有他的亲笔签名和录音，证明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我知道这无法弥补我对你的伤害，但至少可以还你清白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。警察！王梦琪脸色大变。他们找到这里了。我惊慌失措，不知该往哪里逃。就在这时，周阳突然从树丛中跑出来，抓住我的手，快走！我们拉着王梦琪，沿着湖边小路狂奔。身后，警笛声越来越近。那边有条小路，可以甩掉他们。王梦琪指向一条隐蔽的小径。我们拼命奔跑，穿过灌木丛，最终冲出公园，钻进周阳停在附近的车里。快走！我气喘吁吁地说。周阳启动汽车，迅速驶离现场。后视镜里，警车的灯光在公园入口闪烁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那里？我惊魂未定。王梦琪脸色苍白，一定是陈志远。他可能监听了我的电话。那我们现在去哪？周阳紧张地问。我思考片刻，做出决定，去见赵记者。我们有证据了，是时候反击了。赵记者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一栋普通写字楼的顶层。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时，他正在电脑前焦急地等待。你们没事吧？看到我们狼狈的样子，他急忙问道。警方差点抓到我们。我喘着气说，递给他王梦琪的 U 盘。这里有证据。赵记者迅速将 U 盘插入电脑，开始浏览里面的内容。随着一份份文件被打开，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。这太惊人了。他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陈志远的犯罪行为。视频、录音、转账记录，应有尽有。我们围在电脑前，看着屏幕上陈志远与人密谋挪用公司资金的录音记录，以及他亲笔签名的文件。公司破产是他一手造成的。王梦琪低声说，他挪用资金投资一个高风险项目，结果亏损惨重。为了掩盖这个窟窿，他不断挪用其他项目的资金，导致资金链断裂。那你为什么要帮他？我忍不住问。王梦琪苦笑，一开始，我只是被他的魅力吸引，以为是真爱。后来慢慢发现了一些问题，但已经陷得太深。他威胁我，如果不配合，就把所有责任推给我。那为什么现在愿意站出来？周阳质疑道。因为他最终还是背叛了我。王梦琪苦涩地说，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
打算让我和林小雨背黑锅，自己带着钱远走高飞。赵记者突然指着屏幕上的一个文件，看这个。这是陈志远与境外银行的往来邮件，他已经安排好了后路，打算过几天就离开中国。我震惊地看着这些证据，一切都清晰可见。陈志远精心策划了这一切，先是利用我和王梦琪，然后打算抛弃我们，独吞巨款。我们必须立即行动。赵记者说，这些证据足够让检察院立案调查了，但在官方调查结束前，你们仍然是嫌疑人，必须小心行事。王梦琪突然站起来，我愿意配合调查，作证指控陈志远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你不怕连累自己吗？我已经别无选择了。他苦笑道，而且我欠你一个道歉。我不该插足你们的感情，更不该帮他陷害你。我沉默片刻，点点头表示接受。赵记者开始打电话联系他认识的检察官和律师，同时开始撰写报道。周扬则联系了他的律师朋友，为我们提供法律建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藏在赵记者提供的安全屋里，等待风暴来临。3天后，赵记者的独家报道天瑞科技资金黑洞，副总裁挪用巨款后嫁祸他人，在全国主要媒体平台发布，引起轩然大波。报道详细披露了陈志远如何挪用公司资金，又如何嫁祸给我和王梦琪的全过程，配合着确凿的证据，震惊了整个商界。当天下午，检察院正式对陈志远立案调查，警方也撤销了对我和王梦琪的通缉令，改为要求协助调查。赵记者兴奋地打来电话，陈志远今早试图出境，被边防拦下了，现在已经被警方控制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多日来的紧张终于得到缓解。1周后，我和王梦琪正式接受了检察官的问询，详细说明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因为我们主动提供证据并配合调查，检察官表示会考虑对我们从轻处理。王梦琪因为参与了部分违规操作，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，但远比陈志远轻得多。我接受任何惩罚。他平静地对检察官说，我只希望能还林小雨一个清白。检察官严肃地点点头，根据目前的证据，林女士是完全无辜的，我们会尽快结案，还她清白。走出检察院，阳光明媚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如释重负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周扬问我。我摇摇头，还没想好。先找份工作吧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是林小雨吗？一个陌生的男生问道。是的。您是？
我是天瑞科技的新任董事长陈明远。张总因健康原因已经退休，公司正在重组。对方的声音温和而坚定。我们想邀请你回来，担任市场部总监。我愣住了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们查阅了所有资料，你的能力和人品都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认可。他顿了顿，公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重建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我冷静地回答。挂断电话，周阳好奇地看着我，谁啊？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天瑞的新任董事长。邀请我回去工作，你会接受吗？我望着远处的天空，轻声说，不会。那里有太多不好的记忆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。低头一看，陈志远的号码在屏幕上闪烁。2年的恋情，3个月的噩梦，此刻都凝结在这个闪烁的来电显示上。我的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，犹豫着。不用接了。周阳轻声说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拒接键，然后直接将这个号码拉入黑名单。走吧。我对周阳说，我想我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。阳光下，我们并肩而行。背后，手机依然在疯狂震动，但那声音越来越远，最终完全消失在城市的喧嚣中。3个月后，我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窗外是城市的繁华景象。桌上摆着一份刚刚签署的合同，我接受了周阳的邀请，加入了他的创业公司，负责市场拓展工作。这3个月来，发生了很多事。陈志远因挪用公司资金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王梦琪因从犯罪名获得了减刑，但仍需服刑3年。天瑞科技在新领导的带领下逐渐恢复元气，但声誉已经受到严重损害。而我，在经历了这一切后，反而变得更加坚强。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不再将感情和事业绑定在一起，学会独立面对一切。周阳的公司虽小，但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。他们正在开发一款企业内部治理和风险防控的软件，而我的经历恰好为产品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。想什么呢？周阳端着2杯咖啡走进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在想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。我接过咖啡，微笑道，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，但你挺过来了。他坐在我对面，眼神温暖，而且比以前更坚强了。我点点头，抿了一口咖啡，谢谢你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。别这么说，朋友之间不需要这么客气。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响起，是刘姐。小雨，听说你去了周阳的公司。
他的声音充满欣慰。选择不错。是啊，新环境很好。我微笑道。你呢？我离开天瑞了，去了一家新公司。他顿了顿。对了，有个消息可能你会感兴趣，王梦琪在狱中写了封信，托律师转交给你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内容？不知道。信封是密封的。要我转给你吗？好吧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周阳好奇地问：怎么了？王梦琪给我写了封信。我摇摇头，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也许是道歉信，也许吧。我轻声说。不管怎样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3天后，刘姐将信送到了我的办公室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拆开了信封。信中，王梦琪详细叙述了他如何被陈志远欺骗利用，又如何在知道真相后决定揭发他。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为伤害我而道歉，希望获得我的原谅。信的最后，他写道：我曾以为爱情就是一切，值得为之牺牲一切，包括道德和良知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没有自尊和底线的爱，注定是一场灾难。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也希望你在新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。放下信，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平静。曾经的愤怒和痛苦，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遥远。周阳敲门进来，看到我的表情，关切地问：没事吧？我摇摇头，将信递给他，王梦琪的道歉信。他快速浏览了一遍，轻声说：至少他还有悔悟的能力。是啊。我望向窗外，阳光正好。人生总有起伏，重要的是如何面对。办公桌上，那个陈志远送我的银手镯早已不见踪影。我取下了它，将它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沙漏，放在书架上，提醒自己时间的流逝会带走伤痛，也带来新的开始。周阳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准备好开始新的项目了吗？我点点头，露出了这几个月来最真诚的笑容。当然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窗外，阳光明媚，城市喧嚣，而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在风暴过后重新扬帆起航。生活或许会让你跌入谷底，但只要你不放弃，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